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的呢是年代剧的试镜。年代剧在座的同学们都应该知道哈，从小家到大家的故事。所以这次希望大家用你们自己讲述你们自己的故事，看看会不会更加让我们有一些情绪发酵。雨涵啊，老师好，我叫于雨涵。在我的认知当中，其实家并不是爸妈组成的，因为我从小爸妈就分开了，我就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暖。后面我进公司了，初一开始我就一次只回一次家，其他的时间都在公司宿舍住。到了高中，因为宿舍不够用了，当时公司的办公室就临时安排了一个小房间，然后搭了一个床，让我一个人去住。因为有一次晚上重庆刮台风，我在床上玩游戏，玩着玩着那个门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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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以为是有人来找我了，我以为他们真的来找我要嘎我，我当时就特别害怕，我没有打给我爸爸妈妈，因为我就对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依赖。我就打电话给老师，然后呢，当时已经是凌晨12点，我躲在被子里，就这样全程把自己捂着。当他把我被子打开的一刻，我真的觉得有种很幸福的感觉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被人爱是这么幸福的事儿。到后面有一次印象我特别深，当时我们录完东西，想一起去打个篮球，但是公司当时因为有点晚了不让我们去，我们就自己悄悄的自己打车自己去。到了篮球场之后，公司发现了，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都给他们打电话让他回家，但我爸妈没有。我当时就有种挫败感，就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，谢谢。于雨涵他说的时候我哭个不停，他很像我儿子了，我就觉得就是他比我儿子大4岁嘛，就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他说的时候我是觉得哎呀，就是那种心疼吧。但是我觉得今天你讲得出来就很好，因为我们也不理解你，你刚刚讲完了，我们就比较理解了。对了，其实你刚刚讲那个遭遇听起来很痛苦，但是我们感觉你很幸福。幸福在哪里呢？你所有东西从零开始，从掀起那个被窝看到你看到那个人，你就感觉这是人生最开心的。对，我发现你最好的好处是你会感恩，会珍惜。你感恩刚刚那个掀被子那个，你珍惜一般跟你打篮球的兄弟。这个以后你抱着这个态度，对，以后你多红，你都有这个心态的话，你一定是巨星。之前我觉得你不起眼，但是昨天你演的那个赵元那个每一个眼神、每个愤怒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爆发点，用在戏剧身上就是最漂亮的表演。所以有时候坏事是你觉得的，因为我看到他笑什么什么，你看，如果你没有这份经历，我怎么从可欣赏你的表演？你拥有的且别人没有拥有的，用在表演上啊，用在你的事业上哈。加油加油啊！加油！老师好。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故事吧，我觉得每个人因为讲到家都会有很多的生活经历，我这个也属于我的一个小小的生活经历吧。我小的时候呢是跟我外婆住在一起的，我妈妈是再婚的，所以我没有亲生的父亲，我也没有见过他。我小的时候呢也经常被嘲笑什么，有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孤独。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呢是去天台上看云，高兴的时候我也到天台上去看看云，有时候看到云从头顶上过去，我小时候是有跟云聊过天的，
然后不开心的时候呢，也到天台上去看看云，觉得内心没有那么孤独。然后我在那个天台上有一个小小的角落，一个非常犄角旮旯的地方，我觉得只有我知道那个地方，所有人都不知道。然后每次上去呢，我就坐在这个角落里。后来呢，等到我长大以后，我以为就是这是属于我的一个秘密，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吧，就是我会在那个非常角落的地方去看云，我认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。然后到了我很大的时候了，我外婆得了阿兹海默症，其实她那段时间是谁都不记得了。我小名叫小娟儿，有时候大人们就会跟她聊天，因为老人老了得了阿兹海默，其实很需要别人跟她聊天的。有时候就会问她说：“妈妈，你记得那个金明吗？就是我舅舅的名字。”我外婆说不记得。然后又会问她说：“你记得梅梅吗？我妈妈的名字。”她说不记得了，因为我是她带大的，他们总是最后一个问你记得小娟吗？我外婆说记得。然后我妈妈说小娟去哪儿了？我外婆说在天台上看云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其实我每次不开心上去看云，其实我外婆都有在默默的关注我。哎，对不起。因为他自己经历过的事儿，而且这个事儿在他内心深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，所以他不能碰。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的一段。谢谢老师。就最后我其实是，想说，就是在问他的时候有一个希望，只要还记得我，就觉得他没有忘彻底。但是终于在后来就是在问他的时候，他也不记得我了。婆婆最后还记得你那个时候，你几岁的时候？那时候已经我都生完我多乐了，到最后不记得我的时候已经多乐大了，然后我外婆前几年已经去世了。谢谢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晓彤，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我自己生病的故事。19年的时候，我去国外玩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15天之前我的头就特别疼，脉搏一跳呢，就头炸裂一样疼一下。我就找了一个当地的会当地语的朋友带我去医院，大夫说是贫血性白血病。我当时懵了，那一瞬间呢，我第一想到的就是给我爸我妈打个电话。那会儿是凌晨4点钟啊，因为我呢从小是跟我爸妈是一个什么关系，就不会说我爱你，也不会说对不起的，或者是我的工作你们听不懂，你不要听，啊，你们问我就啰嗦，就那种。然后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爸和我妈在大连有1分钟没有说话，我就听见我爸的鼻涕声说了一句说什么时候回来。我说我过年之前一定回去。我说爸，我死也死家里，你放心。然后我就躺在床上，我说我那会儿的害怕程度是没有的，没有害怕，只有懵。躺在那儿，哦，我当时还有一个职业病，就是哦，原来得了绝症不会哭。早上之后，大夫冲着拿着换液单进来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误诊了。”经过这次事之后呢，我跟我爸和我妈的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就是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，因为我情绪的问题我没有接电话，然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说爸，你别烦我，我说我真的不想接你的电话。他给我发了这么一整条，我那天打开看了一眼，我直接绷不住就哭了。它上面大概写的是说，自从你上次背书写的事儿，你所有不接的电话或者你的情绪，我都会很揪心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讲这个事儿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很担心你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爸爸说话？那会儿我在北京，屋里全黑的状态，我给他回了个微信，我说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跟你说话，我错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打给你好好说。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在自己觉得自己挣钱能养家的时候，对父母不担心，或者你觉得你的工作
父母听不懂，不想跟他们分享。其实你最应该分享快乐的就是他们俩，因为他们俩是最爱你的人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想说的是，他们在你这个年纪，30年前，也是一个怀揣着梦想的少年。他们的梦想，他爸妈可能也听不懂，但是他们也是有梦想的，梦想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东西不一样而已。我想说的是，当父母有一天包容你的情绪了，害怕跟你讲话讲不对了，或者看你脸色的时候，就代表父母真的老。所以我感谢这次让我重生的机会，我拿我19年之后所有的时间，好好爱他们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补充一下，刚才他有个心理动作让我已经猜到他是个误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形体是表？我没有。有，他的突然间对于这个常讲那句说话机的那个轻佻，生命的故事。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误诊，所以我会留意所有人，我会猜我们观察人为什么也要看他的，对。